需要把这个脚尖再折180度。哎呀，能想着把这个窟窿堵起来，太美妙了。嘿嘿，没空洞，哇，这是现在官方的产品，你敢信吗？来吧，新玩具遗产线的牛头擎天柱 A 版舰队系列。为什么总叫它牛头擎天柱？合体以后的这个地方确实也像个牛角，包括舰队的威震天也是一样，头上其实是个大锹虫的那个口气吧。这一回是连带车厢的一个套装形式发售啊，港版的价格550块，我觉得这个价位还可以了。反正国内之前炒的挺贵的吧。盒子的外包装峰会上面是一个合体的演示，看似不小的一个盒子啊，打开以后里边是牛皮纸的封箱，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就中间这1/3处放着玩具啊，这2节都是空的。图啥呢？做这么大个箱子，你说是口口声声环保，这样不浪费纸材吗？食品方面，一份线稿说明书，摊开以后很大张，但是传统的官方演示脱了裤子放屁，很多无用的步骤。完全拆出来有什么4样东西？变形以前我们需要先组装一下，首先把武器上边左右2个小炮拽下来，卡在手臂的2侧。也是变成了车型的一个排气烟囱。车厢的部分，我们要把蓝色的这一大坨方块拔出来。第一次拆的时候挺紧的，里边有插扣锁着。Z 字折叠，我们往外翻它，然后这里有一个大扣，定住它的位置。然后掏出这一坨东西，把它打开，做成一个这样的 Z 字，顺着中间的凹槽滑进去，结合住锁扣，然后把这2块夹紧。这一侧的卡扣，咬死它。武器我们可以插在这个洞里边。好了，带着车厢的舰队擎天柱就是这样的。轮子完全的接地啊，推车的效果非常的不错。官方在推车上面一直做的是非常好的，左右的头部拐弯的时候也不会干涉影响到。后边这里的履带是做的假造型，真正的辅助轮在这个地方，滚动的也很溜。中间的拖挂这个锁扣只是搭上去的，整体来说的效果还不错吧，还原度也是非常高的。车厢后方的造型也是填补的满满当当。这一款其实让我感觉到最意外的就是身上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暴露空洞的位置。哎呀，这个是在如今的官方产品里边非常难能可贵的。拆出来车厢的部分，我们单独的把它变成战斗平台。哎呀，说明书画的可乱了，不要看说明书变，我们直接来就可以了。这2根支架的棍子翻下来，车厢就可以单独的立在地上了。屁股后边把这块盖板翻起来，这里边是2个关节，旋转180度，翘上来备用。然后打开带有汽车人标志的这一块面板，下方这里有插点，接着再把前边的这一块打松，往上翘，从中间左右打开所有的卡扣，一劈2半。这块板再放下来，这一块也放下来，然后整体把这一大坨翻个面，放过来以后就会发现蓝色的地方出现2个小卡点，把这里锁住。腿部的这2片面板合回去，把这里的卡扣再锁住。上方的这一节炮台立起来，把它折叠插住，旋转个180度。下方这2个支撑的架子立起来，顶平它。大枪可以搭载在这里，2个伸出来的方块坨坨，让开这个地方的卡扣，双关节搓回去，插住，再把这一根支撑的棍子放在金色的零件里边，中间操作台的位置从这里打开。好了，于是所谓的这个战斗平台模式也就变形完成了。其实，在老版的玩具里边是电动式的遥控的自动打开，但现在遗产版的新玩具就要你用手动来实现它的变形过程了。其实我感觉变形金刚应该在手里边靠自己的一个转换去变形，这样会更有乐趣吧。然后我们来看车头的变形也是非常简单的，这就是让我感觉到意外的地方。看这一块的车型包裹的非常严实啊，前后左右的看都不错。首先变形第一步，把大灯的位置
往起拉一点点，这根部是双关节往后 Z 字的搓动。料子还是非常的软的，官方的现在一贯材质，前方进气格栅整个的抠下来，卸开这2个小卡子，把胸甲 Z 字折叠往下翻，翻下来以后捏紧一下，进行一个锁定。手臂从这后方拆开这个卡扣，定位的不是很紧吧，打出来，肩头的位置这一块进行一个 Z 字的双搓动。胳膊放平，拳头转正，下边这里打开这2块小板件，脚尖抠出来，改回去，轮子拆开卡扣，旋转180度，找一个定位的方向。这个板子也很软，靠着韧性去变形。然后打开侧裙甲中间的卡扣，翻到后边来。往下稍微弯一点点的腰，把这2个扣子脱开，后裙甲稍微翘起来一点，这样就解锁开了腿部，把小腿中间的连接插扣打开。于是非常简单，这个车头就变形完成了，样子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前后左右360度的看，竟然没有任何漏窟窿的地方，这个是让我非常满意的。人形的造型其实比起老版玩具比例上边有了大幅度的提升，非常的漂亮。而且这款明显单体版看着并没有现在16:9的那种违和的短身材啊，看着还是比较匀称的。大腿的部分这个地方都是齿轮的关节，而且膝盖会很硬的一个齿轮，该有的可动，包括脚部的接地，这些都有啊。甚至胳膊肘也做了双关节，可以举到很高。只是这个肩膀的位置往起抬的话，稍微的有一点点出戏，肩膀有点过高了。头部也做得非常漂亮，整体来说的把玩手感、变形的流畅程度都可以啊。甚至还可以把这2个放在这儿，给火力进行一个加强。当然，在官方指示说明里边还有一个细节。你可以把后边背包上边这个汽车人的 logo 抠下来，插在多余的洞里边，这样大枪就可以挂在后背了。只能说这个形式挺鸡肋的吧。胸口前方这一节打开，里边自带领导模块，也是可以摘下来的，但是手指并不能打开，所以无法握在手里。胸口的刻画造型非常漂亮啊。然后就可以放在你的战斗平台上边进行互动了，效果还是不错的嘛。接着咱们来进行合体的处理，手先给它稍微的转一下，完全的提起来，上边这里继续变成车型的样子，往回缩它，夹住这颗脑袋，胸板整体的拉出来，打横，这个样子就可以了。主要也是来玩腿部吧。2个盖板先打开，脚踝放平，先把脚尖缩回去，旋转180度，转出金色的大拳头，这边的板子放回去锁住。翻到另一侧来，我们还需要把这个脚尖再折180度。能想着把这个窟窿堵起来，太美妙了，嘿嘿。没空洞，哇，这是现在官方的产品，你敢信吗？然后我感觉是一个做工的问题吧，你们会发现这个灰色的料子其实夹不太紧，是因为啥呢？根部的这个转轴特别的生涩，特别的难转，导致你变成人形的时候，夹着这一块，你需要用这款胸板把它锁定住，这样看起来密合还好一点点。但是当你变成合体形态的时候呢，拆开胯部中间的卡子，90度往开分灰色零件，同样翻折90度，从这个角度看也是折不到位的，很紧的一个轴它就顶在那里，差一点点，特别难受。但是好在呢，也不用担心，我们先把这一块的齿轮关节，也就是它的胯关节劈开，还歪着点脑袋从里边抠出来。注意看红色的板子，翻起来脑袋以后，我们把红色的板子稍微的靠着韧性夹一下，刚好卡在这个地方，算是把这个板子又夹紧了，放不回去。难道他是故意这么设计的吗？反正这一块的转轴尤其这个铆钉下方，
很难受。只能说最后靠脖子后方方块的这个红色板子把这2块顶住，不让它挤回去。不管它，我们继续来变胳膊的位置，放过来的时候，把手肘的关节往上一个 Z 字提起来，往回落的时候，卡到这个缝隙里，然后和大腿上边这里有一个卡扣，固定，锁住它。哎，我很喜欢这种维度的咬合啊，变到位置有个卡扣等着你，然后把它锁定。哎，固定起来这一块就相当的结实了，完全不会散掉啊，这个感觉很好。人形的裙甲也就是合体的肩甲，我们把中间的扣子插起来，胳膊放到正确的角度上。车顶这一块带汽车 logo 的地方往下滑动一下，2个牛角打开，还真的像金牛座的阿鲁迪巴。车头左右打开的大灯位置，我们继续往里搓动。哎，收腰的一个姿势，然后来变下半盘的车厢，也是很简单的。我们先把这一片折开，它是一个脚后跟的支撑位置，脚尖也顺着里边拉出来，哎，直接往下放，把这块面板贴过来。腿部变形完成后，我们把这个裙甲下方的卡扣抠开一点点，这2片折起来。屁股蛋后边这一大坨呢，我们往下翻转，旋拧一下，然后折上来，把它扣住就行了。屁股后边就这么一大坨啊，耷拉在这里就好了。裙甲整体的撩开，上边这一块旋转一下，腰部整个的换一个方向，前裙甲摆下来，侧裙甲摆下来，这一块直接折开就好了。然后带履带后方这里有一个红色的面板，抠开，主要的结合位置就是这个凹洞了。我们把前边银色的进气格栅滑进去，红色的面板锁在脖子的后方，中间这里有咬合的扣点，插住。哎，现在就已经很结实了啊，基本上不会掉下来了。再进行90度往起升，升上来以后，这里有2个咬钩。胯部左右还有2个开关，我们先把它按进去，然后往里插，插满了以后，自动就把这2个扣子顶开了。当你要拆的时候，也是不要愣拔，捏一下这2个开关，就自动把它弹出来了。最后把这个肚脐扣上去，贴合一下，并没有什么卡的地方。背包的弹幕调整一下方向角度。整体上气势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美型度方面，明显的也能感觉到方方块块的一种味道。确实老玩具也是一种方方正正的魅力，但不好的地方就是如今的这个16:9的统一身材啊，又显得腿短了，怪怪的。合体完成后，人形的高度也是来到了26.5公分，哎呀，不错的一个尺寸啊，还是挺壮观的。和他的老对手舰队威震天摆在一起看一下效果，比例方面还是不错的，而且造型啦、还原度方面来说做的都可以。这么看效果的话，也确实印证了咱们在舰队威震天时候说的那句：这玩意儿就是为了配牛头柱子生的呀，等于就是它的一个配件啊。倒是这款合体完处理的效果是真不错啊，身上面板的刻画细节非常的漂亮，挺有诚意的一款作品。为什么现在官方一没有偷胶，一把这些空洞的地方用板子补起来，就会觉得非常良心的？难道是被蹂躏的习惯了吗？头部这里球形关节的活动范围很大，点头抬头也有一定的幅度。肩膀这里就都是齿轮了，因为在人形的时候，腿部的一些齿轮关节啊，在人形的手臂上都运用了起来，手腕也可以独立的旋转。但是很搞笑的一个手，4指是可以活动的，中间这里握了一个原装，跟合体战争组合金刚的那个大手似的。前踢齿轮关节，哎呀，撑的力度非常的稳啊，而且齿轮很悦耳。屁股后边因为有这个大屁帘子阻挡，所以只能折30度左右。侧踢并没有齿轮，但撑的力度完全没问题。360度旋转的大腿关节，膝盖这里竟然也是齿轮关节，也能折到90度，非常爽。而且这个齿位并没有出现虚位的现象，
脚踝整脚面的接地，中间还有一点点填肉的环节，让你稍微折 A 字站立的时候不至于暴露出来。它把旋转腰部的地方啊做在了转胯上边，这样也可以作为一些辅助的摆造型可动吧。所以这款 A 版舰队擎天柱给我的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把玩体验了，包括它的合体的流畅程度以及结合的这些方式来说，都是非常棒的，也算是官方近几年出的这些产品里边难得的良心之作了。把窟窿都给你堵起来，这是多让人满足的一种官方产品，我很久没有见到了，上次看到还是塔恩来着。再加上如今版件刻画的细节这么的漂亮啊，其实等于是让老玩具重获了一次新生。喜欢 AEC 时代老玩具的朋友们大有人在，但现在你去追老版玩具的价格也是非常高了。倒是第三方 FH 一直在做邪神三部曲的产品，但翻回来如果横向对比的话，我个人感觉这款官方的作品甚至比第三方 FH 的那一款舰队擎天柱处理的效果更好吧。第一个，在把玩的体验上边，官方的把玩享受度毕竟是一个8+的玩具线嘛，操作难度并不是很高，而且该有的一些卡位啊，还有它结合时候的一些创新点来说，我觉得都是非常不错的。第二个，合体完以后的完全处理效果，其实看似屁股后边驮着那么大一坨累赘的东西啊，但我也看了一下 FH 的那个变完了以后，甚至屁股后边比这一坨还要大。第三点，官方和 FH 两个都取消了当时的遥控电动变形车厢，也是为了下半身的一个可动吧，所以这一块应该算是平手。第四点，这个毕竟是海日宝的血统纯正的作品，官方的作品嘛，人家有汽车人的 logo， 人家敢叫变形金刚。第五点，横向对比价格，之前这一款卖的还是挺贵的，如今港版550块价格拿下的话，我觉得已经非常不错了，毕竟它还是带着一个车厢的可合体式的，这么大的个头放在如今的官方产品里边，已经不算贵了。看一看 SS 的那个天灾，500多块钱，你是乐意买那个还是乐意买这个呢？对不对？有目共睹的嘛。同样的价格，为什么不选一款更有诚意、处理完的效果更好的作品呢？所以总的来说，我对这一套遗产的牛头擎天柱评价还是非常高的。虽然说它身上还会有一些官方如今玩具16:9身材的短腿的问题，但单体的人形并没有出现这样太严重的情况，看起来还是不错的。合体的晚点噱头也非常的棒。做工方面可能有一点小小的问题，但是并不影响你的把玩、变形和合体最后的完成效果。主要是这一款回归了一个正常的售价，也是相当推荐入手的一套产品。那么得嘞，这一盒官方遗产线的 A 版舰队擎天柱套装就是这样了，非常棒，良心产品。